老人去世1个月后才被人发现，屋里满是蠕动的蛆虫，臭味把人熏得远远的。邻居们都在责骂这些不孝的子女，1个月都没来看望一次。整理遗物之前戴上手套，还穿了防尘服，就是不愿意戴口罩。面对老人留下的所有物品，他闭上眼睛表示敬意，然后开始收拾起来，仔细检查房间里的每一样物品，连衣柜和抽屉里老人平时用的包都没放过，尽可能把有意义的东西都收进箱子。整理好后，把箱子交给死者的儿子。儿媳急忙冲上来，开始翻箱子，发现存折后乐开了花，打开一看却是空的，开始抱怨起来。格鲁不屑地瞪了他一眼，大叔也说直接把这些垃圾扔了。两人正准备离开，格鲁带他们回到房间，夫妻俩捂着鼻子表情嫌弃。格鲁掀开地板，果然下面藏着大把被液体浸过的现金。儿媳见状又开始责怪婆婆，递给丈夫一只手套，不在乎恶臭，开始捡钱，一边捡一边埋怨母亲把钱藏这里。捡完钱后让格鲁帮忙清洗，担心格鲁会贪污，还特意强调自己已经数了多少。上九轻蔑地笑了笑，临走时大叔把手套递给上九，让他们继续清理。半小时后，这时格鲁发现夫妻俩已经不见了，上九让他把那个东西扔掉，但鲁坚持认为那不是垃圾。就在他们准备回家的时候，上九还是把盒子扔进了垃圾车。回家后，上九洗了好几次澡，还是觉得有股恶臭。正当他准备吃饭时，鲁开始解释，尸体腐烂时分泌的粘稠液体是由什么组成的。他没注意到上九那副难以置信的表情。上九看着手中的饭菜，感觉胃里翻江倒海的难受，最终忍不住跑到外面去呕吐。到了晚上，鲁用化学药剂浸泡了这些东西，然后捞出来放到托盘里，用烘干机烘干。烘干后的钞票被有强迫症的鲁按日期整齐排列。鲁想起父亲生前的话，死者留下的每样物品都有他的故事。他拿起一张钞票，发现每张钞票上都有老人的笔记。他的脑海中不断闪现取款的场景，存折纸条上的号码，地毯下的现金。他似乎明白了些什么。第二天，在上九的陪同下，他去了老人常去的银行，拿出所有的取款证明。服务小姐一脸困惑地看着他们，直到鲁说出所有取款的日期和金额，还有老人的卡号。服务小姐这才恍然大悟，原来老太太患有老年痴呆，她每天都会在同一时间到银行取5万元，因为她每次都取相同金额，所以银行职员都记得她。她取完钱后还会打一个电话。鲁突然想起纸条上的号码，他立刻起身走到电话前拨打了电话。听到声音，他马上明白了是怎么回事。他开始跟随手机导航，似乎在找些什么，直到很晚才回家。第二天一早，上九被周围的吵闹声吵醒，原来科鲁发现那个箱子不见了。他本打算今天把箱子还给那老人的儿子，因为箱子里有重要的东西。他急得在柱子上不停地撞，连邻居小美也拦不住他。正当他们准备出门去找的时候，没办法，他们只能去堆积如山的垃圾场翻找。他们找了整整3个小时，最终他们找到了那个箱子。然后他们找到了大叔。大叔看到号码终于明白了，原来那些骚扰电话都是他母亲打的。他眼中闪过一丝惊讶，然后冷冷地向科鲁要钱。科鲁并没有给他钱，而是转身就跑了。科鲁跑在前头，他们紧跟其后。突然在一家西装店前停下来，大叔也追了上来，一把抓住了科鲁的衣服。就在几人拉扯的过程中，西装店的老板走了出来，喊出了大叔的名字。他们这才停下了手。随后老板告诉他，你母亲前段时间每天都会来这里看西装。经过询问，他才知道原来是要买给自己的儿子，但因为钱不够，说明天拿了钱再来买。就这样，他每天都来重复同样的话。老板不理解他为什么这么做，但明白这是老年痴呆的表现。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他每天都要取5万元。老板为了实现老人的最后愿望，决定亲手为他定做一套西装，但大叔拒绝了这个提议。他现在只想拿钱离开。然而科鲁并没有给他钱，而是拿出了一个箱子。大叔看到后勃然大怒，把母亲的遗物摔到地上，还用脚狠狠地踩。当他正要拿起桌上的钱离开时，突然发现遗物里有个小盒子。大叔把它捡起来，打开盒子，里面是一件还未拆封的保暖内衣。他愣在那里，原来多年前他用第一笔挣来的钱给母亲买了这套保暖内衣。母亲本来责怪他乱花钱，但看到保暖内衣后，心里不由得感到高兴。母亲还承诺将来有钱要给他买套西装，可母亲一直没舍得穿那套保暖内衣，还在盒子上标记了那天的日期。看到这些，他才明白母亲有多爱他。他感到对母亲愧疚了这么多年，但一切都已经太晚。他跪在地上痛哭流涕。一个年轻男大学生在出租房惨死，
事发在昨晚下班后，他被老板叫去检查机器，谁知机器突然出故障，在慌乱中按了开关，结果机器失灵，他的脚还被机器卡住了。他不停地念叨着词语，试图让自己冷静下来。同时，医护人员正在把他的爸爸抬上救护车。这时可鲁看到了自己的驾照，虽然他从未真正开过车，但他拥有惊人的记忆力。凭借着教练当初的教导，他成功地发动了车子，但没开几步车子就熄火了。尽管如此，他还是成功地在马路上行驶起来。看到路边的限速50标志，他把车速控制在40到50之间。前方的车不小心掉落了一块塑料布，正好挡住了他的视线，他只好停车。医护人员用他爸爸的手机不断给可鲁打电话，但他太紧张了，完全不知所措。即使交警要他开车门，他也没反应。而他的爸爸因为救治不及时，最终还是去世了。3天后，殡仪馆把爸爸的骨灰交给了可鲁，让他去安葬爸爸。可鲁紧紧抱着骨灰盒，不让任何人触摸，嘴里还不停地念叨着：大叔建议稍后再进行安葬。可鲁这才抱着爸爸的骨灰回家。回到家的可鲁想起爸爸那天对他说的话，但爸爸最终没能守住承诺。他抱着爸爸的骨灰，嘴里不断地念叨着。不久之后，家里突然来了个不请自来的客人。可鲁根本不认识这个人，但那人却嚣张地说，白天他们看起来像恩爱的情侣，晚上却发生了家暴，别人都看到了他手臂上的伤痕，省下的钱都寄给了父母。在包里还发现了内衣和指甲刀，还有除臭剂。他们把死者重要的物品都整理放进一个盒子，然后交给他的家人。两人继续打扫，很快清理干净了死者生前的所有东西，包括床和书桌，连墙上的报纸也没有留下。只有这样，房东才能把房子租给下一个租客，然后在房间里喷了除臭剂。完成这些工作后，他们只需把贵重物品交给死者家属，工作就算完成。房东告诉他们，死者家属将在附近的医院举行葬礼，他们决定亲自去参加。与此同时，在葬礼上，为了推卸责任的黑心老板强调这不是工伤事故，因为工伤是在工作地点发生的，而男孩是在家中去世的，所以与公司无关。但出于道义，公司额外发了1个月的工资。这话被刚到的父子听到，可鲁的爸爸说明了来意，但男孩的父母依然无动于衷。直到这时，一位女士用手语传达了他们的话，可鲁的爸爸这才明白，原来男孩的父母是聋哑人。可鲁递过去了那个盒子，男孩的母亲强忍着泪水接过了那些让他们怀念一生的东西。母亲打开了箱子，紧紧抱住儿子的书包，因为书包上还留有儿子的味道。那时他发现了一部手机，打开看了看聊天记录，发现老板经常对自己的儿子苛刻，下班后还要他去检查设备，连请病假都被威胁要开除。看到自己儿子那么卑微的活着，他感到自己无能为力，而那个无良老板却在那边吃喝享乐，还庆幸他们是聋哑人，什么都不懂，否则肯定会找他麻烦。这番话全被可鲁的爸爸听到了，他让可鲁先出去等他，然后他抓住了那个黑心老板的手，带着他去到儿子的母亲面前，用手语告诉他刚才发生的一切。想到儿子临终前的绝望，他愤怒地拿起老板留下的钱，塞进老板怀里，告诉他即使没有这些钱他也能活，他不要用儿子的命换来的钱。老板羞愧地低下了头。葬席结束后，爸爸告诉可鲁他要出门一回，叫他在这儿等自己。走出房门的那一刻，他回头对儿子说，用手语表达永远和他在一起的愿望。不知道这是最后一次和儿子交流。办完事回来的路上，突然心脏病发作，重重地摔倒在地，周围的人只是远远观望，没人敢上前帮忙。他用尽最后一点力气拨打了儿子的电话，他最担心的还是那个患有自闭症的儿子。可鲁不停地呼唤着爸爸，但电话那头再无爸爸的声音，他感到非常害怕。他不停地念叨着词语，试图让自己冷静下来。同时，医护人员正在把他的爸爸抬上救护车。这时可鲁看到了自己的驾照，虽然他从未真正开过车，但他拥有惊人的记忆力。凭借着教练当初的教导，他成功地发动了车子，但没开几步车子就熄火了。尽管如此，他还是成功地在马路上行驶起来。看到路边的限速50标志，他把车速控制在40到50之间。前方的车不小心掉落了一块塑料布，正好挡住了他的视线，他只好停车。医护人员用他爸爸的手机不断给可鲁打电话，但他太紧张了，完全不知所措。即使交警要他开车门，他也没反应。而他的爸爸因为救治不及时，最终还是去世了。3天后，殡仪馆把爸爸的骨灰交给了可鲁，让他去安葬爸爸。可鲁紧紧抱着骨灰盒，不让任何人触摸，嘴里还不停地念叨着：大叔建议稍后再进行安葬。可鲁这才抱着爸爸的骨灰回家。回到家的可鲁
想起爸爸那天对他说的话，但爸爸最终没能守住承诺。他抱着爸爸的骨灰，嘴里不断的念叨着。不久之后，家里突然来了个不请自来的客人，可鲁根本不认识这个人，但那人却嚣张地说，白天他们看起来像恩爱的情侣，晚上却发生了家暴，别人都看到了他手臂上的伤痕，但没人相信是他男友打的。这天他买了束花，希望女友能原谅他。女友情绪很激动，他拿着刀警告他不要靠近。男人试图劝解他，没想到女友竟然把刀架在自己脖子上。男人冲上前想阻止他，结果被女友不小心划伤了手臂。女友仍然愤怒不已，他挥刀向他刺来，两人在扭打中不慎摔倒。男人起身一看，天哪，刀子不幸插在了女友的肚子里，女友因此当场死亡。这全部是男人向警察的陈述。警方判断这是正当防卫，因为他尝试进行了急救。但事情真的如此简单吗？不久后，遗物整理师在警察陪同下进入了死者的房间，一进门就吓了一跳，地上全是血迹。他们正准备搬东西，却听到邻居说这真倒霉，用刀杀人，连房价都要跌。这时候又有2个小孩来了，问他是不是来处理尸体的，还问和他说话会不会被传染。他突然大声吼了起来。与此同时，可鲁在墙上看到了善英的照片，发现她是个幼儿园老师。他随后进入了善英的卧室，里面异常干净整齐。可鲁开始整理他生前的物品，看到了孩子们画给他的画，这说明他非常受学生们的喜爱。然后他从书桌下拿出了一个盒子，打开一看，里面全是各种说明书，这些有意义的东西都放进了收纳箱。整理好后，打包完毕。一位大妈催他们快点离开，说他们在这里带来不好的气氛。大妈走后，可鲁回忆起和爸爸一起工作的日子，他们总是把车停在不显眼的地方，以免打扰别人，而上九却大大方方的把车停在人家的单元楼门口。可鲁拿着善英的遗物，打算去幼儿园一趟，但上九坚决不愿意去，他觉得活人不该要死人的东西。上九独自留在房间打扫，看到墙上的血迹，让他想起了小时候的不幸，他的妈妈就是被家暴致死的，这让他失去了理智。他开始疯狂地撕扯墙纸。同时，可鲁到了幼儿园，他把善英准备的漫画书交给园长。园长本来不想接受，可鲁解释这是善英老师的承诺，每本书都是为特定的孩子准备的。经过一番劝说，园长最终接受了，这样善英的心意没有白费。之后，他们找到了一个叫恩美的老师，把善英为即将出生的孩子织的毛衣给了他。恩美接过毛衣，感动不已，但他却自责地说这都是自己的错，这让他们很困惑。原来善英是通过恩美认识那个坏男人的，那人之后一直纠缠善英，善英也曾求助朋友想摆脱那个人，但没有人相信他，因为大家都是这么看他们的。那天他发现善英手臂上的家暴伤痕，意识到情况已经非常危险，所以善英决定辞职躲开那个渣男，但最终还是被找到了。他不相信善英会拿刀杀人，因为善英连蚂蚁都不忍心伤害。到了晚上，可鲁在床上辗转反侧，无法入睡，脑海里一直浮现善英留下的遗物。突然想起家里的宠物监控的说明书，他起身走到客厅，嘴里不断重复不可能。被吵醒的上九问他什么事，没有宠物却有宠物摄像头。为了解开这个谜，可鲁抓起车钥匙，催促上九马上带他去善英家。很快他们到了善英的家，却找不到监控摄像头在哪里。上九最后在天花板找到了一个隐蔽的微型摄像头。与此同时，渣男在警察的审问下还试图把罪责推给善英，但他不知道可鲁已经把监控视频发给了警察。女警官评论他真是恶心，渣男显得一头雾水。紧接着电脑屏幕亮了，显示的画面是那天他在门外不停地请求善英开门，善英为了不扰邻，只好让他进来。他一进门就恼羞成怒，直接在厨房抓起一把刀向善英走去，二话不说就朝他的腹部捅了一刀，嘴里还说着狠话，然后打电话自首，边喝红酒，眼睁睁地看着善英流血致死。直到救援队伍赶到，他装出一副关心的样子。渣男看着自己的演戏，也不再伪装。警察宣布了他的罪行。女警很快找到了可鲁，感谢他提供的关键证据。之后，可鲁把那幅充满爱的画展示给渣男。渣男接过画作，发现画上满是孩子们对善英老师的爱。可鲁告诉他，这样的行为并不是真爱，他依旧无悔改之意。他的儿子死了，父亲却认为他活该，只因为他发现了儿子的秘密。就在不久前，一名医闹者挟持了一名护士，恰好被朱贤撞见。朱贤指挥其他护士取来医闹者要的东西，在两人交换物品时，护士突然大声呼救挣脱，朱贤急忙抢夺医闹者手中的匕首，
不慎被划破大动脉。朱贤很快就倒地不起。不久之后，朱贤的父亲请来了遗物整理师，整理他的房间，因为他不想自己动手。当可鲁打开房门进入朱贤的房间，先向死者表示了敬意，然后开始清理。可鲁在抽屉里发现，死者是一名急诊科医生。小美在整理浴室用品，上九则在整理书籍。可鲁也把一些重要的东西放进收纳盒里，然后他打开了另一个盒子，里面是朱贤生前写给爱人的信。外面他爸爸还在说，他妈妈表示如果早知道会这样，就早让他们在一起了。科鲁拿着信走了出来，问他们知不知道信的收件人住哪，因为他打算把信转交过去。爸爸让他别管那么多，然后就把信烧了。可鲁见状，直接伸手进火炉里抓，最后只捞出了几片碎片，手也被烧伤了。作为遗物整理师，他们有责任完成死者的遗愿。可鲁发现朱显留下了很多大提琴零件，于是通过这些遗物推测，最终确定了一张大提琴宣传海报。他们猜测朱贤的爱人肯定是海报上的3位女性之一，因为信中提到她会去参加那场演出。科鲁找到了演出门票的日期，正好是明天。他们根据地址找到了演出地点，因为演出还没开始，前台不让他们进去。这时可鲁借口要去厕所，说很急。众人似乎都明白了什么，就这样他们进去了。上九还夸可鲁真聪明。可鲁刚走进厕所，他们就在海报上发现了其中一位女性。小美过去打听情况，那位女性说她不认识朱贤。这时上九看到了第2位女性，问她是否认识。朱贤也说不知道。他们猜是第3个人了，恰好看到那人在前面，于是快速追了上去。与此同时，科鲁在洗手间洗手，偶遇那唯一的男性海报队员。男人离开后，他似乎发现了些什么，便走出洗手间去找他们俩。车祸现场，上九说他们也找到人了，可惜3人都说不认识他，甚至不知道朱贤是谁。原来之前在洗手间见到了李岩，手臂上有刻着朱环的名字。很快他们找到了李岩，问他是否认识朱贤。李岩说曾经认识，现在已经不熟悉了。这时可鲁直接告诉他朱贤去世的消息。李岩听后久久无法开口。看到李岩的反应，他们决定离开。李岩冲回自己的房间，无助地蹲在地上。他匆忙给朱贤曾经工作的医院打电话，电话的结果让他震惊。这时科鲁坚持要把朱贤的遗物给他，突然听管理员说李岩不见了。他们猜测李岩可能去了朱贤以前的医院。果不其然，李岩此时正赶到那里，在接待台附近看到了朱贤的遗像，这让他想起了1年前的圣诞夜。那晚朱贤在医院值夜班，恰好遇到了出事的李岩。李岩却坚持要去找他的大提琴。朱贤严厉地告诉他，如果还想继续演奏，就必须老老实实接受治疗。李岩终于平静下来。手术后，朱贤路过他的病房，正巧看到李岩拉着大提琴，便走过去关心他身体恢复的怎么样了。李岩向他表示了感谢。朱贤询问是否能为他弹一曲，李岩答应后便开始弹奏。美妙的琴声吸引了众多人群，两人在美妙的音乐声中相互凝视，心中的情感逐渐萌芽。不久他们一起去逛街，李岩偷偷牵起朱贤的手，朱贤担心被人看到，便轻轻推开他的手。两人一起去看电影，哈哈大笑，趁着黑暗又偷偷牵手。晚上朱贤看到李岩的邀请函，是旧金山国际音乐协会的邀请，但李岩看起来并不高兴，因为这意味着要和朱贤分开很久。出乎意料的，朱贤高兴地说要陪他去旧金山。那晚他们约好一起去，但在出发的晚上，朱贤却没有带任何行李。原来是父母反对，他不得不提出分手，还说要顺从父母的意愿结婚。李岩努力挽留，但朱贤最终还是决定分手。所有的承诺和梦想都败给了现实的残酷。李岩决定从此以后他们就是路人，但他们不知道这一别竟是永别。李岩如今回想起这一切，才知道原来那并不是朱贤的真心话。这时科鲁他们也找到了李岩，把那封被火焰烧毁的信交到他手上，还有其他一些遗留下来的东西。李岩急忙打开箱子，里面发现了一张18号去旧金山的车票。可不巧，朱贤在12号就去世了。这时李岩拿起一个盒子，可鲁对他说，那个盒子里原本就是放信的。因为可鲁记忆力惊人，他把信的内容复述了一遍。李岩看着那没送出的戒指，终于忍不住情绪崩溃了。不久后，李岩重新站在了舞台上，观众都站起来为他鼓掌，连朱贤的妈妈也亲自为这个他儿子深爱的人加油。他弹奏的那首曲子正是他们初次相遇那晚的圣诞曲。那一刻，2枚戒指汇聚成了爱的力量，充满了整个演出厅。在李岩的生命里，每年的圣诞节都会特意留出一个空位，那个位置
永远属于朱贤。在炎热的40度高温下，女孩给门卫大爷买了一台空调。大爷好奇地问她这是怎么回事。女孩说看到他每天都用报纸扇风，所以用零花钱给他买了台空调。大爷听了非常高兴。这时楼上的一位业主却表示反对，他认为开空调太浪费电，可能会增加他们的电费。大爷解释说只会在特别热的时候开一小会儿，但那位业主坚决反对他安装空调，还嘲笑他接受小孩子的礼物，说这是他一辈子只能当保安的原因。最终大爷还是决定不安装空调，同时也对那个女孩表示了感谢。可第二天他又让大爷帮忙搬东西，大爷没有怨言，爽快地答应了。刚接手东西，那男人又催他快点。就在大爷拿着东西走的时候，一辆宝马车急速驶过，车主女士急忙下车，先去查看她的宝马有没有损坏，而大爷却无人照顾地躺在地上。不久后，大爷在医院醒来，却被诊断出患有晚期癌症。因为有人投诉他撞了车，所以他被解雇了。几天后，他带着鲜花去另一家医院，探望同样患有晚期癌症的妻子。妻子惊讶地问他怎么来了，他说是来帮你实现心愿的。妻子听后笑了，然后大爷推着妻子离开了医院，一路上欣赏美丽的风景，因为他们知道明天可能见不到了。第二天，遗物处理室接到了一个新订单，奇怪的是订单里没有写预约时间。上九看了订单，立刻回想起3天前接的那通电话，预约的是今天，正好是今天。时间紧迫，他们迅速前往指定地点，很快到达了一个偏远的小区。上九推门进去，但没人回应，于是他开始向卧室慢慢走去。卧室的情景让他吓了一跳，他慌忙跑出来，马上让科鲁报警。随着镜头逐渐拉近，床上躺着一对老夫妻，纸条上写着他们留下的话。他们手拉手离开了人世，正是那位门卫大爷和他的癌症患者妻子。警察很快将尸体移走。从社区管理员那里了解到，这对老人没有子女，所以那通电话是大爷自己打的。警方也告诉了克鲁，这次没有人来领取遗物，但克鲁决定还是要去整理。他来到大爷的房间，向逝者表达敬意，然后开始打扫。打扫衣柜、抽屉和相册，所有有意义的东西都被妥善保管。克鲁打扫的同时，大爷在这世上的痕迹逐渐消失。上九突然在墙上发现一个暗格，打开一看都惊呆了。他急忙叫克鲁过来看，里面宛如一个世外桃源，还有一把椅子和一辆轮椅。他们对这一幕感到震惊。原来大爷生前常在这里陪妻子享受外面的景色，但现在他们已经不在了。克鲁突然注意到每盆花都有编号，他决定查找老人的遗物找答案。很快他找到了一本记事本，原来这些花都是小区居民觉得快死不要的。克鲁想把这些精心养护的花还给他们。有人听说是死人养的，就感到不吉利，有的人却感到惋惜，他们会小心翼翼地接过花来。还有那个送空调的女孩，听说大爷去世了，她伤心地哭了。大爷的葬礼很冷清，只有社区的善美艺人来参加。这时候可鲁和尚九拿着还没送出的花，一盆盆地摆在大爷的灵前，每种花都有它的象征意义，代表大爷对妻子的深情。小女孩也拿着花来为大爷送行。意外的是，隔壁也在办葬礼，那边因为逝者高贵灵堂前花海满布。上九看到后灵机一动，哎呀，我的妈，竟然有人偷取花圈，正好被自己的侄子看到。幸亏可鲁反应慢，否则就大声叫出来了。可鲁告诉他，拿走别人的东西就是偷。上九便称只是暂时借用，明天一早就还。但可鲁坚持自己的看法。上九说，我们这边连一个花圈都没有，他们那边摆的都放不下了，少一个他们也察觉不到。可鲁忽然想到花圈上有公司的名字，又找出大爷生前的名片，发现大爷曾是那个公司的部长。可鲁站起来说，终于找到可以来参加大爷葬礼的人了，拿着名片去隔壁发放。但因为已经过去了30年，那些年轻人不认识大爷。正在这时，那家公司的总裁过来问他刚才说的是谁，然后总裁带着所有人来祭拜大爷。原来那时候总裁还只是个小职员，全靠大爷一路的提拔，还教他如何为人处事，没有这些他也不可能有今天的成就。他手拿大爷的名片说，接下来让公司的每个人都来向大爷致敬。大爷和他妻子带着大家的祝福，永远的离开了这个世界。男孩拿着钱藏在墙角，父亲突然抓住了他的手，男孩急忙解释这是哥哥的生日礼物，父亲却因为赌博要抢走这些钱，男孩拒绝给他，父亲正要动手打他。这时男孩的同母异父哥哥出现了，父亲气急败坏地抓住他的衣领，命令他滚出这个家。男孩哀求哥哥不要离开，哥哥安慰他说会回来的，告诉他自己很快会回来，
1年后，父亲醉酒身亡，男孩变成了孤儿。突然，一颗石子落在男孩面前，回头一看，竟是他哥哥。趁着四周无人，悄悄走到哥哥身边。男孩告诉哥哥，有人要把他送去孤儿院。哥哥坚定地说，不会让那样的事发生，并叮嘱他后天，也就是他生日那天，把行李打包好，藏在火车站附近，他会带他离开这里。男孩感到非常高兴，哥哥还承诺那天会买给他最喜欢的礼物。很快就是后天了，男孩按约定躲在火车站附近，可是他一直没能等到哥哥的出现。就这样，男孩等了整整3天，但哥哥始终没有出现。他意识到哥哥已经抛弃了他。20年后，他成了职业拳击手，靠打黑拳为生。有一天，他的哥哥突然出现了。当他看到那个曾经抛弃他的人，心中的仇恨再次被点燃，愤怒转化为了力量，一拳把对手打成植物人。结果他被警察逮捕了。在监狱中，哥哥来看望了他，但他却避开不见。等到他出狱的那天，有人告诉他，哥哥因心脏病去世了，但他对哥哥的怨恨依旧。这些都是上九悲惨的过去。他看到可鲁在他20等哥哥的车站，在那祈祷着什么。他跑过去问可鲁在做什么，可鲁告诉他，每年这一天，爸爸都会祈祷他心中的那个人平安。上九一听，心中的怨恨又涌了上来，一气之下把刚摆好的石头都摧毁了。这时可鲁才明白，原来爸爸祈祷的就是叔叔。就在这一刻，上九回到了20年前等哥哥的地方，他又回想起了当时的情景。这时可鲁走了过来，问叔叔是什么时候约的见面。上九告诉他，是95年6月29日。那次因为受了重伤，在医院躺了很长一段时间。上九这时也意识到了，他在别的地方也看到了这条新闻，没想到自己的哥哥就是新闻里的那个人。那天晚上回家后，可鲁要把袋子里的东西收进储物柜。上九非常好奇里面有什么，于是夜里睡不着，他偷偷走到储物柜前，打开一看，发现了寻人启事。看到名字和照片时，竟然是自己，眼泪瞬间就流了下来。原来哥哥一直没放弃过自己。他又注意到下面的东西被布遮着，掀开布发现是一堆耐克鞋。他突然明白了，原来哥哥之所以去百货大楼，全是因为他曾经的一句话。看到鞋子上的生日祝福，他忍不住哭了出来。这里竟然有几十双鞋，是从他失踪那年开始，哥哥每年生日都会买1双，从25码买到43码。他这么多年怨恨哥哥，最终却发现一切都是误会。正当他准备把鞋子放回去时，却发现了一件令人震惊的事。他拿出来一看，是哥哥领养可鲁的证明。有个男孩在出租房内死了1个月才被发现，由于时间过长，尸体的体液已经渗透了床单。可鲁找到了男孩小时候的照片和他妈妈的合照，还发现了很多某电台主播的书。很快，他们开始打包男孩生前的东西。从邻居那里了解到，男孩原来是一个被抛弃的孤儿，后来被一家纽约人收养。被收养后，他们发现他有先天性心脏病，结果他们又把他抛弃了。20年后，他回到家乡，找到了他的亲生母亲，但他母亲拒绝见他。一连串的打击让他对生活失去了兴趣，最终他因为心脏病突发去世了。因为男孩在世上还有亲人，可鲁决定去找到男孩的母亲，并把遗物交给他，同时也想弄清楚他为什么不见儿子。可鲁把那些被撕破的书籍修复好，通过男孩小时候的照片，结合所有的遗物进行分析，最终确定了他的母亲身份，她是电台主播韩安静。所以男孩才会把书页一页页撕破。为了弄明白为什么抛弃他，一大早他们就去了恩静的工作地点，但因为没有预约保安不让他们进去，他们只好等到下班时间。下班后他们开车追过去，最后在他准备进家门时拦住了他。上九问他是否认识一个叫江成文的男孩。这时2个路过的女生向他打招呼，为了避免受到干扰，恩静就带他们去了一家安静的咖啡厅。当可鲁告诉他陈文的去世消息，并给他看一些遗物时，他表示这让他感到非常震惊。当可鲁拿出他们的合照给他看时，往日的记忆又涌上心头。原来陈文小时候曾在恩静家寄养，那时恩静只有16岁。他非常喜欢陈文，后来陈文被一个纽约家庭收养，恩静非常不舍，他们还拍了许多合照作为纪念，甚至亲手缝制了一个布娃娃。所以长大后的陈文看到这些后，就把恩静当做了自己的母亲。恩静感觉到陈文找到自己，一定能通过名字想起卡斯密达。原来是他刚到首尔不久，在书店偶然看到了小时候的恩静，于是他买下了那本关于恩静的书。通过比对2张照片，他发现恩静正是自己一直在找的母亲。第2天，他来到恩静的工作地点，看到了已成名人的母亲，这让他感到自卑，鼓足勇气去请求恩静的签名。当被问及名字时，
陈文还是没能鼓起勇气说出来，只好说了自己的英文名马修。恩静在书上给他写下了祝福的话。他回到家后，读着母亲的祝福语，感觉这些话太讽刺了，因为只有他自己知道这些年有多苦。他恨自己没有勇气，也恨母亲当年为何抛弃他，但他又不想给母亲添麻烦，最终在郁郁寡欢中忍着病痛离世。恩静对没能认出程文感到非常内疚，他希望能收下程文留下的遗物。可鲁听后非常感激恩静，在他们一起回家的路上，看到大屏幕上播放的是恩静的报道，报道了程文的悲惨经历，同时呼吁政府帮助孤儿找到家庭。看着报道，他们感到很欣慰，但事情的真相真的是这样吗？而那个小婴儿即将离世，他被父母遗弃在下水道整整3天3夜，幸好消防员及时救了他出来，但医生说他的情况并不乐观。那位救他的消防员来到了病房，准备和这个小生命告别。消防员戴上防尘手套，轻轻地抚摸着婴儿，看着那只有手指粗细的小手臂，他感到十分心痛。为何有人生而不养？如果不打算养，为何要生下来？他把手指放进婴儿的小手里，轻声对他说：“你一定要坚强活下去。”这时发生了不可思议的一幕，婴儿竟然紧紧握住了他的手，仿佛在说：“我会努力活下去，请救救我。”看着眼前这一幕，大家都为这个小婴儿感到高兴。几个月后，他的同事告诉他，小婴儿即将被送往海外的机构领养。静佑听到这个消息后，心里有点不舍。那天晚上，他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妻子。妻子说想去看看那个孩子。他们去福利院看望孩子时，夫妻俩都非常高兴。他们给孩子喂奶，还哄孩子睡觉。接下来的几天，妻子每天都会来看望这个孩子。有一天，妻子急匆匆来到消防队，丈夫问她发生了什么。丈夫平静地回应：“如果不想送走，那就不送。”那一刻，他们决定要收养这个孩子，并给他取名叫可鲁。不久，他们就庆祝了可鲁的第1个生日，因为是消防员救的他因此被称为消防队的吉祥物。但命运似乎总是不公平。不久之后，可鲁的妈妈患上了晚期癌症，看着长大的可鲁妈妈不由自主地流泪，泪水忍不住流了下来。不懂事的可鲁问妈妈为什么要哭，妈妈说是因为太幸福了。妈妈带着不舍离开了我们。可鲁的妈妈去世后，爸爸带着他和继母回到了家。可鲁一个房间一个房间地寻找妈妈，却始终找不到妈妈的身影。爸爸告诉他妈妈已经不在了。从此他们父子只能相依为命。10几年过去了，他们成了遗物整理师，专门帮人打理逝者的遗物。不幸的是，爸爸也因突发心脏病离他而去。此后可鲁独自一人，难以接受这一切的他，抱着爸爸的骨灰奔了出去，跑到他们一家3口曾经去过的海洋馆。他望向左边，那里是妈妈温暖的笑容，再望向右边，是爸爸在他身边的样子。这一刻他感到非常幸福，感觉爸爸妈妈都在他身边。他像小时候那样握起了爸爸温暖的大手。当触碰到爸爸的那一瞬间，他意识到一切都是幻觉。他环顾四周，哪里还有爸爸妈妈的身影？正当他陷入恐惧时，他的叔叔上九及时赶到了。回到家之后，作为一名遗物整理师，他开始为爸爸做最后一次搬家，向爸爸表达了敬意，还是老样子，戴上耳机，放起了他最爱听的歌，开始整理爸爸留下的东西。打开了一个纸盒，里面是他小时候的旧衣服，还有他1岁时和爸爸的合照。接着他打开了衣柜，拿出了爸爸的工作服，紧紧抱着那件衣服，深深地闻了闻，因为那上面还留有爸爸的香味。意外在口袋里摸到了一部手机，打开手机查看，发现相册里全是自己的照片。原来爸爸一直在偷偷拍他。他又发现了一个视频，急忙摘下耳机，想看看爸爸留下了什么。视频里爸爸提到了自己的心脏病，原来他早就知道，所以提前录了这个视频。可鲁把爸爸的手机和爸妈的合照一起放进了收纳盒，在亲朋好友的陪伴下，把爸爸和妈妈安葬在了一起。当大家都准备离开时，可鲁突然跑了回去，直奔那棵埋葬爸妈的大树，紧紧抱住了那棵大树。这一刻感觉就像拥抱了爸妈。他抬头望向天空，树叶在飘动，仿佛是爸爸在为他加油。那个曾像大树一样的父亲已无法再为他遮风挡雨。不久后，一个打扮成蝴蝶的女孩找到了可鲁，她说自己不久将离世，希望到时候可鲁能帮她整理遗物。可鲁抬头一看，愣住了。